也许是知道自己时日无多，魏无羡醒后异常冷静。现在他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将头靠在蓝忘机的左胸处，静静地听着对方铿锵有力的心跳声，双手用力抱紧他的腰，仿佛抱紧了自己的全世界。他们总喜欢坐在窗边，看着楼下的风景，憧憬着奇迹发生后的未来。魏无羡讲着，蓝忘机将人抱在怀中，笑着听爱人说的一字一句，也许这才是他们真正应该拥有的生活。一天夜里，魏无羡刚入睡不久，魏婴，等我。蓝忘机在接到一个电话后就冲出了医院。叔父，您一定要这样做吗？蓝曦臣问道。这是给忘机最后的机会，他不能为了一个就死之人浪费时间。蓝启仁看着自己儿子的照片，他不能像你父亲一样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。叔父，忘机和魏公子是真心相爱，您为什么就不能成全呢？我给过他机会了，5年前就给过。叔父，曦臣，按照我的指令去做。放心，车撞一下不会怎么样，去吧。在蓝忘机走出医院的一瞬间，车辆巨大的冲击力将他撞伤。进了手术室，他再次睁眼的时候，对在他身边照顾他的魏无羡说：“你是谁？”我只是和你一个病房的病人罢了。魏无羡伤心欲绝。手术时，魏无羡醒后听到消息，第一时间冲到了手术室前。魏无羡气喘吁吁地看着蓝曦臣，想从他口中知道一切。蓝大哥，蓝湛怎么样了？在里面抢救，倒是你呀，无羡，你不该出现在这里的。魏无羡疑惑地看着他。魏无羡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病房的，江燕离他们不停地在问他，刚才去了哪里，刚醒来就没了踪影。但他一点也听不进去，蓝曦臣的话一直在他耳边回荡。无羡，忘机很有可能会忘了你，他会失去所有的记忆，当然也包括你。我会让叔父给你一点和忘机最后相处的时间，直到忘机出院，这是你们彼此的最好选择。无羡，抱歉。魏无羡回过神，抱着江燕离，哭着说：“师姐，我就要永远的失去蓝湛了。”江燕离身子一僵，拍着他的背，安慰道：“阿羡，没事的，别哭好吗？姐，你让他好好发泄一下吧。”江澄别过头，不去看魏无羡哭红的眼睛。你好，蓝湛，字忘机。魏无羡看着对自己如此冷漠的蓝忘机，心底涌出了止不住的心酸。你好，叫我魏婴就好。这段时间由我来陪伴你了。他故作轻松，实则心在滴血。蓝忘机是第一次见到眼前在为他倒水的男人，但心底却忍不住的依赖他。我们以前是不是认识？没有，我们第一次见面。说着违心的话，做着随心的事，但终究是事与愿违。那个他的人已经不见了。你为什么留长发？新生的蓝忘机好像对什么事都有着一种新鲜感。为你留的，5年了，长发及腰，但我们的爱情却要从头再来。没什么，一时兴起罢了。你可以为我剪掉吗？看着他真诚的大眼睛，任谁也不能拒绝吧。拿着剪刀的蓝忘机心道：为什么我有这种想法？对不起，我不与旁人接触。剪刀再次回到魏无羡手上。没关系。笑着的他，心在滴血，但不能流泪。我要给他留下的是最后的，只属于我们的美好回忆，尽管他的心里没有我。剪刀在头发上划过，丝丝红色的耀眼长发坠到了地上，及腰的思念，最终比不过一句你是谁。一刀剪断我对你多年的爱恋，与你还只属于我的存在。你为何哭？不知为何，看到他哭，自己的心好像在被凌迟。长发还可以再长回来，但他对我情意早就不在了。魏无羡小声地说：“我没事，睡觉吧。”蓝忘机还是和往常一样，在标准的蓝氏睡姿中入睡，一夜无梦。将自己裹紧的魏无羡在有他的房间里寻求最后一丝的温暖，在有你的房间里嗅着不属于我的檀香入眠。清晨，蓝忘机准时醒来，身边的床榻空无一人。蓝湛，吃早餐吗？魏无羡拎着饭盒从门外进来。吃。蓝忘机洗漱好后，将放在自己面前的粥往嘴里送。怎么样？好吃？那当然，这可是我煲了一早上的鸡肉粥，这可是我第一次做哦，你很幸运。为什么给我做？因为我喜欢你啊。莫要胡闹。嘻嘻。
现在连表白的机会都不给我了吗？蓝湛，陪我出去走走吧。好。草坪上，蓝湛，我有没有说过你很像我的初恋呢？没有。听到初恋，蓝忘机心里莫名的不爽。他呀是一个超级温柔的人，我大一看到他的第一眼就喜欢上他，没想到他也是。当我知道的时候，你知道我有多兴奋吗？那他现在在哪？你生病了，为什么不来照顾你？因为他现在不是我的了，有一个很坏的恶魔将他带走了，我可能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。你很爱他？对，我很爱很爱。蓝湛，我要走了。去哪？